更准确 iPhone 14的尺寸就在这个箱子里面。大家好，我是摩爹。那我们今天的速开箱非常有趣，我们要拿出像这样的一个盒子 ，OK？ 那上次我们拿出这样的盒子的时候是有 iPhone 14相关的东西，这一次也是一样有 iPhone 14相关的东西，而且比上一次的东西又再更精进了一点，就是更准确 iPhone 14的尺寸就在这个箱子里面，很期待。你猜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吗？等一下还有一个用词，有一个讲法，等一下，快好了，快到了。好，3分钟结束了。3分钟结束，速开箱结束了。没有啦，今天不是速开箱啊。今天不是哦。OK， 好，这个东西呢，据业界的讲法啦，是 iPhone 14的肥皂机。那这个我们先前在 iPhone 12跟13的时候都有开箱过，可是这一次应该算是最早拿到的。肥皂机。肥皂机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一个一个把它拿出来。那第一个先抽出来。这个就是他们厂商拿来开手机壳膜的模具。那这个还不是模型机啦，那当然就是说等到后来，通常这个东西出来之后，然后叫肥皂机，然后到有模型机的时候，中间会有一段距离吼。那这个他们就是用来看到现在他们所知道最精准的 iPhone 14的尺寸。这边有一个14 Pro Max， 先放在这边 ，iPhone 14 Pro。这边还有 iPhone 14，然后最后大家应该最期待的就是iPhone 14 Max，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比例，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上面看起来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相机的比例啦。那相机的比例，我们都知道说这一次在 Pro 系列上，他们的主镜头不能说是完全100%确定，可是很多消息来源是说，他们主镜头的部分会增强到4800万画素，整体相机模组应该是要再变更大一点。那我们等一下有手机壳拿来做比对。这边呢，在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这台大台的14 Max。那现在看起来，它整个相机的模组好像跟先前跟13 mini 没有一个太大的差别吼。那整体我们现在来看它相机凸起的部分啊，跟它相机开孔的部分，感觉起来也不会用到这个等级的相机。那所以其实，在先前 iPhone 12到13的时候，13他们第一次嘛，他们把这两个相机的模组，一般的13系列跟 Pro 系列做一个很大的区隔。那这一次我们就很有可能看到，在14跟14 Max 也是可能会沿用13 Pro 或13 Pro Max 的主镜头，然后再搭配一个超广角，那或者他们怎么样去调整他们进步，这我们不知道。可是以现在目前这个比例看起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好像很小？对，就比例很失衡的感觉哦。那我觉得这个比例拿起来看到这边14就还 OK。对。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最大的原因就是，其实我觉得14 Max 是一个本来没有计划要做出来的一个型号嘛。那只是因为本来这个整体的设计的比例，如果你配14跟14 mini、13 mini 的话，我觉得这样的比例就还 OK， 不会太失衡的感觉。可是后来 mini 反正就把它砍掉嘛，换成一个大家喜欢的、大家想要的。那现在有一个14 Max， 可是同时间呢，你又搭配这种比较入门等级的相机的模组的话，感觉起来这个比例就很奇怪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他们的开孔的地方怎么样？我现在手上这个是13 Pro Max， 那我这边有一个手机边框，那手机边框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先套上去看看，至少看它整个边框按钮啊什么的部分是不是吻合的。那我现在用了这个是极空战甲的边框，那我们就把它拆下来。那我们先换到哪一个？你想看它在哪一个上面 ？Pro Max。Pro Max 嘛，好。现在看起来是吻合的哦，按钮的部分好像有一点不一样。OK， 那我在猜这个跟当初12升到13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去测这个手机壳，然后去测模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的按钮有稍微向下一点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？平常观众有没有认真看影片？按钮向下吗？为什么这个电源键会向下移动？上一代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。那其实就是因为它相机模组变大，里面要塞进更大的相机模组，所以它旁边放电源键的地方就没有地方放啊，里面模组没地方放，它们就稍微要向下移一点。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应该就是蛮明显的啦。这次的14 Pro Max 跟14 Pro， 它们整体的相机模组都会真的变大。那这个是我非常期待，因为我很喜欢，我很在意相机的规格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据，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相机模组真的会进步。然后旁边在音量键的地方看起来还是一样啦，因为这边没有必要调整嘛。好，那底部的地方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 Lightning 的接孔，这个我们先前也大概都猜到了。OK， 那这再来的话，我们放到 Max 上面吗？等一下，我这边还有一个边框极空战甲的，也是14 Pro 啊，13 Pro 的，我把它放到这边上面，我们就可以确定说它这个看起来有没有改变。OK， 也是一样，对，你看到这个是13 Pro 极空战甲的边框，然后看到它在电源键的地方，肥皂机上面也是向下移动了。OK， 那这个应该证据就蛮明显的显示，这个是他们相机模组会有改变，超开心。
好，那我们把它放到14 Max 上面，我们就用这把它放到14 Max 上面，改变。我猜不会变。你觉得它的按钮我的按钮不会变吗不会变。 ？OK， 音量键看起来，真的哎，被你猜到。OK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电源键的部分在14 Max 上面。当然，我们这个还不能说是最终的。我们现在就是用肥皂机，用这种模具来判断的话，它这个按钮的位置没有改变。那这样壳是不是可以共用？13 Pro Max 的壳，可是不知道它那个框框有没有一样。对。那如果边框的话，可能可以啦。至少这个虚空战甲的壳目前看起来是可以。可是我们刚这样套起来的话，它两个长度是一样的。哦。因为先前不是又有一个说法说它长度稍微长一点嘛，手机的长度稍微长一点，那就是没有，就是在 Pro 系列上面稍微长一点。那现在看起来可能没有。等一下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重点了，我们看它这个麦克风开孔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在14上面，它的这个开孔比较接近先前在13 Pro 或13系列上面的开孔。那这个在14上面系列看起来，它的麦克风开孔又更细了一点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很仔细看才看得出来，它开孔又稍微细了一点。那我们拿先前这个啦，萤幕保护贴的部分来看一下，我们直接把萤幕保护贴贴在这个上面。目测看起来，这个萤幕保护贴好像不是这么精准哦，因为如果我们看它上面的开孔的话，其实又再宽了一点，这个应该很难拍得出来，它稍微宽了大概左右各宽了1公里左右。因为是模型机比较宽。模型机比较宽，所以这样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它上面的这个喇叭孔向上再推更多，因为它有人说它萤幕会再更大一点，所以变成说它要拉宽一点，然后拉扁一点。OK， 那到时候不然怎样，我们可能等更精准，真的有模型机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部分再来可以来比较确定的来看这一点。那再来我想知道就是它的相机开孔的地方。那我现在这个是13 Pro Max 原厂的壳，我们就用原厂壳来做比对，装上去看，你觉得装得下吗？好像差不多哎。相机开孔觉得会不会装不太进？装不进去哎，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可以看到这个相机开孔的地方大了非常多。这个原厂的13 Pro Max 的壳是完全套不下去。所以它是变大还是移位？好问题耶，因为其实这个大概几个方式可以去看啊。如果说它每个相机模组都变大的话，那它势必要移位嘛，就是说它相机模组，所以有可能是里面的模组变大，但是外面这个框框可能还是一样的。对，这个好问题耶，就不太确定了。我要反过来比比看，就是如果它需要这样移位，通常一定是相机模组可能它里面需要的空间再多一点，所以还要向下移一点。但是整个边框会不会变大很多？这样比起来好像大一点点，不是非常非常多，可是可以感觉。所以那个框框是塞得进去的。塞不太进去，塞不太进去。对，所以它整个框框有变大就对了。有，这样看起来的话，整个框框是有稍微变大一点。反正不管怎样，它的模组就是有变大就对了。模组有变大，还有移位，所以这样的话就确定，不管说它相机模组怎么样改变，或是说整个尺寸增大或缩小多少的话，先前的壳是绝对不能用。除了这个相机模组的地方之外呢，还有它这个电源键的开孔位置也都不一样。那 Max 呢 ？Max 吗？你说这个吗？相机模组。对哦，好问题耶。好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Max 有没有办法用旧的 Pro Max 的壳，因为就算它相机模组不太一样，其实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，就只是看起来比较突兀而已。看起来可能勉强可以耶，只是它这个相机开孔的地方，就是看起来会比较，所以是壳比较大。对，因为这个是 Pro Max 的壳啊，这个是13 Pro Max 的壳，然后里面是14 Max，那所以它这个相机开孔的地方看起来，对啊，是不一样。可是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在测试说它壳可不可以旧的可不可以用回来，对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很少买13 Pro Max 会再这样子用，应该对。我们只是在比那个相机模组比较一下模组哦，感觉起来 Max 有稍微薄一点。对，没有像13 Pro Max 这么厚，因为这边里面的这个缝隙感觉起来是有一点，可当然这个还是肥皂机，我们不能100%确定，可是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。所以它的长度是差不多，只是你说它比较薄。这样目前看起来比较薄一点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共用的话，可能不太有办法啦。不太有办法，除非你的13 Pro 或13 Pro Max 用的是这种边框式的，然后你要升级到14的时候，你下降去买14或14 Max， 那肯定边框可以共用。另外，其他的使用情况的话，就看不到有什么方式可以共用。你现在看完这个有什么感想？蛮期待相机的，蛮期待相机的改变。还有它的刘海。
对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真的确定它的相机嘛，有人现在也有在讲说，不太可能这一次苹果那么快又升级它的相机到4800万画素。可是我的感觉啦，因为其实其他2颗相机再怎么升级都不会是最重要的地方。我觉得苹果主要可能还是针对在它的主镜头上面。那主镜头我觉得也是差不多是时候升级到4800万画素，不管是说他们想要拍摄影片的画质啊什么要更高的话，都必须要提升它的画素。那这次蛮期待就是看到说苹果这次主镜头会怎么进步。那其他2颗镜头的话，你会不会很常用？还好。还好，那 OK， 对啊，反正其他2个镜头就是比较激烈性啊。我也不期待苹果这一次在长焦镜头就会有那种折叠式、潜望式的镜头，可以到什么5倍、10倍什么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太敢去期待，但至少主镜头可能在拍摄摄影上面会有比较明显的进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开箱这个肥皂机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你们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细节想要讨论啊，或者什么你觉得我没有提到的地方想问我的话，要我不知道我可以有他们几天，我可能也很快就要寄回去了。可是如果还在手上的话，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话，我就尽量回答给大家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速开箱拍了多久？17分钟。17分钟，对不起。OK，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。